陈总经理，信调和招聘已经结束了，我想录用4名科员，这是他们的资料，请你过目。知道了。你喝多了？哦，没有。方大元的事儿办得还不错，开心。汤工头办妥了？那你还一个人在这喝闷酒？嗯。这就很贵吧？你忘了我们是在哪儿重逢的吗？没有。酒廊里人人都有花名，我叫 Miss Hennessy， 专销白兰地。其实我有一个问题，一直想问。你说。你们酒廊的白兰地是不是兑水了？真的，一喝就喝出来，越喝越淡。没有人知道，只有你知道。不可能，真的只有你知道。啊？你是不知道，我们酒廊里那些老板呀，酒量是有多差的。襄阳地皮的胡老板，你知道他吗？知道。每次2杯酒一下肚，就晕头倒向的。我给他倒第3杯酒，兑水倒给他，你猜他说什么？说什么？这酒好啊，越喝越纯，只有喝到第3杯，才能喝出这个味儿。你给周恩泉放款建厂，你是想保护他，以免被黄如红和周光显牵制利用，对吗？你怎么知道？文泉制药厂的放款材料啊，还有账簿我都看过了，我能推测到。或许是我误会您了。其实，你比想象的有担当。其实你比我想象的更能干。我刚刚说真心话。我说的是心话。程总经理，让我们并肩作战吧。立邦一定会越来越强的。恭喜4位通过了考核，正式成为了我们立邦银行的信用调查员。我们即将开始的工作复杂、繁琐、保密，但是这份工作带给我们的将会是聪慧、
敏捷、可靠。希望你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好好努力，加油，好好干吧。谢谢吴科长。请问吴科长在吗？小铃铛，嫂子，先吃点点心。楼下柜台让我上楼找信调科吴科长，没想到嫂子就是吴科长。来找吴科长的都是想贷款的，小铃铛也是吗？我想开个裁缝铺。你是想贷款吗？贷多少？500两，可以吗？我没有办法现在回答你这个问题。立邦银行放款是需要根据客户的自身情况来决定的。可是一直给我说过，只要我想开裁缝铺，他一定会放款给我的。我并没有拒绝你的意思，我只是想要告诉你，立邦银行放款是有它的规章制度的，我不能随便。我明白了，当我没说。小铃铛，我不该来的。小铃铛，我不是这。罗医生说，你恢复得很快，马上就能痊愈了。万德源现在怎么样？我把汤工头请回来了，没有开除他，但是他承诺按照设计图纸施工。昨天，跃层的陵园已经开始修建了。果然，像吴科长说的，你总能妥善处理。以后遇到关于施工方面的难题，尤其是这种直接影响到工程质量的，你不必自己承担，通知我，我来解决。当然，也可以通知吴科长来解决。程总经理，你难道还认为我钟情于他？难道不是吗？我的意思是，吴科长完全有能力处理你的问题，所以你不必过度避嫌。这如果是你的意思，那你不懂我的心情。来哥，拿这个啊，拿着这个，这儿去，这衣服。好，慢走。哎，又是一笔。小铃铛，是我说话没注意。你本来脸皮就薄，能来贷款呀，已经鼓足了勇气，我却还让你不舒服。嫂子，我这还忙得很，您先请回吧。哦，我知道你很忙，我已经在对面看了你一上午了。刚一个上午，就已经有9个人来取了衣裳，5个人下了订单，2个瘦瘦的夫人，一看就是老顾客，一口气取走了4件旗袍。方才那个鲁大哥大腹便便的，只穿你做的衣服，又下单了2件假棉袄。碰到换季旺季的时候，你每个月能收入35块。就算是淡季，你每个月也能收入27、8，我估计的，出入不差吧？嫂子，您到底想说什么呀？小铃铛，你要是自己开店的话，收入只会比这个更高。你贷了500两，数额少了，就算你申请1000两，立邦银行也是会批准的。银行放款需要根据客户的具体情况来判断。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丽子小姐拒绝我的追求，而且告诉我，她有丈夫的时候，我很嫉妒，嫉妒那个未曾谋面的男人能有丽子小姐这样的爱人。那天在立邦银行，
我亲耳听见所有人叫丽子小姐为程太太的时候，我当时感到惊愕，但同时我也释怀。程总经理，你是我最欣赏的男人，而丽子小姐是我最欣赏的女人，你们就是天作之合，如此良缘，我无话可说。可你们却离婚了，对于我而言，就像是打碎了一场梦。我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事情让你们做了这样的选择，我只能说，这很让人遗憾。恐怕我要将你的梦打得更碎了。我和吴科长的婚姻一向貌合神离，岂不能为之幸福？也不像你浪漫的眼中所描绘的良缘。至少你们还在一起工作。那是因为我们彼此都认为，我们在生活中作为夫妻，即使失败了，或许在事业上，我们可以成为合作伙伴。立邦是我们共同的追求，但是爱情上，或许有远比我更适合他的男人。嫂子，这位置真好，我记得是看他们今天放画报似的。这些赶时髦的公子小姐呀，都是巴黎流行什么，他们就穿什么。看这件衣裳，大概40块。40？以后呀，你要是开了裁缝店，你的衣服也能卖上这么多。真的？嫂子，你看那条裙子，你穿上肯定比她漂亮。这大概就是在巴黎买的，全上海应该找不出第二件了。这有什么的？我给你做，肯定比这个还漂亮。好，那我等你。谢谢你啊，嫂子。谢我什么？我原本以为我一辈子都不会喜欢你的，可是你和我想的不一样，不仅什么都会，还通外文。你能给我放贷，我已经很满足了。你还帮助我学洋服，我现在终于明白，一志哥娶你，真是一点都没错。那你就帮一志哥做2套西装，怎么样？一套厚呢黑色，一套薄呢灰色的。我不喜欢一志哥了，真的，我真的不喜欢他了。小铃铛，我也已经不是你的嫂子了。我和一志他已经离婚了。离婚？为什么呀？男女之间不是只有夫妻关系的，向往一处，齐心协力，可能会是更好的缘分。老爷，政府发行江海关25库券在即，这又是冯有如给筹谋军费出的点子。雷子认为，龙鹰钱庄认购30万较为合适。25库券势头好，他冯有如自然腰杆子硬。他对财政部要员这个位置早已摩拳擦掌，我们理当支持，但也别犯傻。认购数额多寡，关键要看立邦银行。雷子明白。若使立邦银行认购分外积极，
那龙鹰钱庄表现应更为突出。又错了。冯有如乐见我跟程一之恶斗，他好从中渔利。若上了这个当，不仅虚耗钱财，到头来还拿他不住。老爷的意思是，蛇拿其寸，人也一样。陈总经理，没有打扰到你吧？啊，没有，什么事儿？这是小铃铛跟给你做的衣服，刚送来的。西服啊？赶紧过来试一下吧。啊。小铃铛啊，学做洋服可快了，连英国裁缝都夸它是个好材料，一点就通。是吗？对啊，新兴百货后面呀，有一个铺面在转租，我想让小铃铛盘下来，开店用。哦，那地段贵得很，开店有把握吗？所以是不是？那你赶紧试一下嘛。哦。瞧瞧，效果怎么样？好看。啊。我不是夸你，我是说小铃铛的衣服做得好看。哦，我知道。等着吧，以后呀，你再找小铃铛做衣服，估计啊得排队了。行，那你就帮我转告他。我其实不需要这么多衣服。他做的衣服物美价廉，而且你的衣服都是他做的，你就是他的活广告。哦，对了，我找到新的住处了。如果方便的话，我想把我的衣服还有杂物最近搬走，可以吗？好啊。好。行。我去书房收拾。我去卧室帮你收拾衣服。我来收拾。
我走了。路上注意安全。迷人的音符穿堂而过，千万种孤独慢慢入库，平静的海面，迷雾持续平铺，巨大而深深的虚无，动人的孤独平行错落，两颗心各自独舞，偃旗息鼓，热闹的舞台，命运随即画出偶尔会交叉的弧。这么多错过在等我，全世界最狼狈的那一刻，伤心的歌我不想听，讨好的事我不会做，别再借命运的手折磨我。所有的过错都在我，全世界最卑微的那一刻，反驳的话我不想说，莫名的错我都认了，别再用爱情的口吻捉弄我。往后，我不再是吴知府的女儿，我只是程一志的妻子。伤心的歌我不想听，讨好的事我不会做，别再借命运的手。1个月前剧情恒定，本来说要等半个月，结果过了半个月之后，他还没有到，差点就提前告诉你了。我都快等不及了。全世界最卑微的那一刻，反驳的话我不想说，莫名的错我都认了，别再用爱情的口吻捉弄我。
请进。导席干事，程总经理，来，请坐。立邦银行开业，我都没来得及祝贺，恭喜！哎呦，多谢多谢。你能选择以实业为重，我为你感到高兴。想必导席干事在调查丰德宝洋行的时候，也知道了他和龙吟钱庄的关系吧？我当时心里想，你一定像我过去一样煎熬，但是你比我勇敢。导席干事，你真是谦虚了。我们身擒沙场，往后还得指望着你帮忙。哎，程总经理，你的这身西服是在哪里定做的？我这身西服？哦，是这样。你看我们的西服啊，只注重气派，但是你的就不一样，看起来气质非常柔和。想不到导席干事对于着装还有讲究呢。我这身西服不是一个英人裁缝做的，而是一位中国年轻女士的手艺。中国年轻女士？哦。对不起，不好意思，我吓到你了。没有，是我不好意思。我这新开的店面都没顾上人手，是我照顾不周。哦不，您随便看看吧，这边是布料，这边是款式。好。这些都是女士您亲手做的吗？你就别叫我女士了，我叫小铃铛。小铃铛？小铃铛，叮叮当当的小铃铛。小铃铛。哦，是这样。我想定做一套西服。您想要什么款式的？那女士您，哦不，小铃铛。你觉得什么款式适合我？我觉得收腰的款式比较适合您，您一看就是做体面的文职工作的。肩宽大概1.3尺，身高5尺2，我说的没错吧？对对对，完全正确。你难道不需要尺子吗？当然需要，只不过身高和肩宽能看个大概。那我是体面的文职工作，你是怎么看出来的？您的西装是从跑马场对面的亨利洋装店定做的吧？连布料都是英国舶来的唐泰克斯牌，这样高级的面料，一般人可是负担不起。不过，我们店里可没有这么高级的面料，您还愿意定做吗？哦，没关系，没关系，我愿意，非常愿意。好，那您到这边来，给您量一下尺寸。好。程总经理，林老板来了。林老板，请坐。谢谢安秘书，请。陈总经理，我的申请您看过了吗？我正要跟您说呢，您说要申请10万两的贷款，不知作何用途啊？我想盘下万通粮油公司，还有太极米铺，也算是给林富米庄透透规模。哦，这个价钱我已经看过底了，还都实惠的。啊，贷款合情合理。这样，您准备材料交给新雕刻审批吧。好。但是林老板，我得跟您说一下，考虑到现在立邦银行资金有限，这个10万两恐怕压力不小。那您的意思是？我的意思是，如果可以的话，其实可以让立邦帮助林富米庄发行股票。发行股票？对，您放出60%的股份投入市场，可以迅速地调动市面上的资金。以林富米庄现在的业绩，筹集10万两现银，大概本月内就能到。这么快？这个事儿好是好，可是
我怕阵仗搞大了，万一遭到一些人的嫉妒，把我的那个身世抖露出来，那岂不是？啊，林老板，我还以为你已经解开心结了。要是那么容易解，就不叫心结了。如果您不愿意发行股票的话，那就等立邦筹措资金，10万两，大概需要3个月左右。这么久？要是等上3个月，这黄花菜也凉了。陈总经理，我相信您，那就发行股票吧。好。真没想到你这么年轻就敢在这么贵的地段租店面做生意了。先生是怕我负担不起啊？哦不，你做得很好，不会亏本的。只是像你这样的职业女性，我确实见得不多啊。我还是第一次被人叫做职业女性呢。好了。我觉得收肩的款式比较衬您，您觉得呢？听你的。好，那布料这个颜色有点深了，浅灰色的人字纹，您觉得怎么样？还是听你的。好，那麻烦您先预付5元的定金。好的，没问题。辛苦了。您怎么像日本人似的？在这里填一下您的姓名和联络地址。哦，好的。大风先生。大风一来，铃铛就笑。好，那请大风先生下周2来店里试穿您的西装。好。慢走。请进。徐博士，栗子小姐，明晚有空吗？徐博士有事儿。我想请你一起去看 Grimer 先生的演奏会。一票难求，你却有2张，徐博士真厉害。是关秘书，他排队很久才买到的。可是我明晚去不了。林老板，他的米庄要发行股票了，我得准备材料。可是 Grimer 先生的演奏会，错过了就没有下次了。是的，这么珍贵，的确是很可惜。所以徐博士，你可以邀请其他的朋友一块儿去啊，他们一定会很高兴的。行，那不打扰你工作了，等你忙完。徐博士，你今天晚上有空吗？我今天晚上没事儿，要不一起吃个饭？
请进，赵厂长。啊，是这样，我知道放款得先去信贷科，但是我还想先跟你先说一声。啊，您请坐。好。我觉得申请应该增办3厂跟4厂了。只是这一口气增办2家新厂，这贷款的数额恐怕不会小吧？也不会太大，顶多就30万。而且，我想说的是，我们不搞林福米庄发行股票那一套啊。哦。你好，小领导。大风先生，您的西服试穿是在下周2，现在才周6啊。哦，我不是来试西服的，我是顺道路过，想送个东西给你。什么东西？打开看看吧。这是洋服样板图。对，欧洲最新出版的，送给你。送给我？是，希望你为大家做出更好的洋服。谢谢你。可这么新的书，在司马路那最好的外文书店都买不到。你是从哪得来的？你想知道吗？嗯。如果你答应跟我一起晚餐，我就告诉你。记得之前也是和丽子小姐在这家餐厅一起共进午餐。那天我们谈了很多，也聊得很深。是啊，那天我好像还跟你道歉，说我骗了你。我还说我已经结婚了，我还向你承诺了友谊。是。徐博士，其实我的承诺还是没有变。虽然我已经离婚了，但是我还是想专注在工作上面。对于其他的事情，我都不想考虑。丽子小姐，请你不要误会我。我约你一同去看演奏会，只是想以朋友的身份给你一些安慰。毕竟，探讨艺术可以治疗自己的悲伤嘛。徐博士是觉得我悲伤？表面上看不出来，但是一段关系的破裂总会带来悲伤的。你说的好像你经历过很多的样子。我当然没有经历过离婚，但是我经历过失恋。徐博士青年才俊，就算是失恋啊，那也应该是对方心碎吧？当对方心碎，你也会感到痛苦。就在我18岁的时候，我要去拿波里上大学，但当时在伦敦，我有一个女朋友。在我即将离开的时候，她整整1个星期都以泪洗面。虽然我是提出分手的那一个人，但是惭愧、自责、懊恼，可以说我的痛苦一点都不比她少。最后我决定因为她放弃去拿波里上大学。你猜她跟我说什么？她说她有新的恋人了。什么呀？来碰一个。大风先生经常用这种把戏邀请女士晚餐吗？哦，不，这是我第一次用，还不熟练，让你见笑了。好吧，
来都来了，你现在可以揭晓谜底。那个洋服样板图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啊，我在银行工作，可以通过银行的渠道获取最新的专业出版物。你也在银行工作啊？对，还有谁啊？立邦银行，你知道吧？程总经理是我哥，他也是我的朋友。真的吗？真的。那他也叫你大风先生吗？当然不。那你的真名叫什么呀？如果你答应我下次还和我一起玩班的话，我就告诉你。你这把戏怎么又来了？谢谢你的晚餐，也谢谢你送我回家。不客气。那我们下周2见。啊？对啊，我下周2来试西服啊。啊，对对对。我到家了。好，快回去吧。那我先走了。赵厂长，这是信调科对于深青棉纱贷款申请的正式批复，请您公布。我们认可深青棉纱增办2家新厂的前景，也认可数额30万元的贷款。但是，由于立邦银行目前资金非常有限，所以请您给我们6个月的时间来筹措这笔款项。6个月？是。是跟我开玩笑吗？这厂房找好了，订单有了，工人招的差不多了，你现在跟我说要6个月？赵厂长，我也深知让您等这么久确实不太好，但是目前立邦银行当前资金确实有限，所以我们只能……不是，资金就算再有限，30万拿不出来，而且当时你来深青棉纱跟我融资的时候，咱们说的非常好，对吗？你说你完全配合我，数额由我说了算。这才多长时间，怎么变成这样了呢？不是，这立邦怎么了？经营不善吗？我也是立邦股东，我觉得咱们应该开个会，讨论一下。我今天想搞清楚一个问题啊，立邦是怎么了？资金为什么这么少？你先别跟我解释什么储户市场的事儿，程总经理。问你一个问题啊，立邦现在都穷成这样了，我们为什么不做点赚钱的事儿？别的银行都在买入25库券，立邦为什么不买？赵厂长，别家买入25库券，是因为他们已经借巨款给了蒋政府用来打仗，现在借款抵用库券，他们以5折6的价格买进，然后再按票面的原价卖出，所以他们当然上赶着买了。这是净赚翻倍的利润。高厂长都说了，这钱咱们为什么不挣呢？赵厂长，先别着急，这事儿啊，咱们再商量商量。一志，既然是合理合法的生意，咱们干嘛不试试呢？你听到了？我是觉得，难道利润就是立邦银行投资的唯一考虑吗？公债是蒋政府用来利诱银行套取现金的，
但是它不是生产纸供军费。那将来这个库权如何兑现？它必定只是一张废纸。是废纸又怎么了？公债好，我们就存放生息；不好，转手把它给卖了。别的银行不都这么干吗？不行！你现在明明知道这个公债前景不明，我们还要拿它投机获利，这是干什么？如果只是为了利润的话，我待在龙吟钱庄不好吗？哪一桩灰色生意不比这个赚钱？当然我也希望立邦银行能赚更多的钱以振实业，但是我们赚的每一分钱必须是干干净净的。我支持程总经理。立邦银行和别家不一样，我们也和别人不同。我也支持。如果程总经理唯利是图，当初温泉制药厂就不会落成。程总经理创办立邦银行的决心和意志，我或许是最清楚的。我也和他站在同一边。那行，你们都请狗。我申请想扩2个新厂子，款都放不出来，还说什么一振实业啊？郑一志，我最多给你1个月啊！1个月之后，如果立邦还不改观，我找别的银行。你是在等我吧？你再不来，我知道要关门了。实在不好意思，我今天工作忙，所以来晚了。请你收下这个，当做我的歉意。这是哈里斯细格纹毛呢吗？对对对，你认识？只听过，没见过。真的和书上说的一样，颜色细腻，有光泽，真好看。这也是你通过银行买到的吗？对，因为我在招正银行工作，所以。招正银行？啊，对啊。那不是日本人的银行吗？日本人的银行不可以吗？他们的关东军都要打进山东了，你为什么还要在日本人的银行工作？我的西服可以试穿了吗？请进。来，快来看一下。看什么？这里，四马路古董行失窃，那这里凤翔金店失窃，还有这里家中失窃，金银首饰丢失，这个地方寻物启事，公司有贵重文件遗失，这些都只是我随随便便看到的。沪上治安混乱，像这样的失窃新闻，还有寻物启事，报纸上还有很多很多。兰姐和黄如红刚离婚的时候，住在平和坊。那个时候，她也整天担心小偷登门，但他们都没有想过，其实可以把贵重物品和文件存入银行保险箱，因为他们根本都不知道，或者是不了解，银行是可以提供这个服务的。你的意思是说，我们提供保险箱服务？本土钱庄不设有保险箱，外国银行的保险箱服务收费极高，久而久之就让它变得越来越神秘。但是，百姓需要。先不说治安不利、偷窃横行，就算是和平时期，几户人家住在一起，大家都互相不知道底细，是不是也应该把家里的金银财宝看紧收好呀？所以我在想，能不能够通过保险箱拉动储蓄市场？或许呢，也就是说，储蓄金额达到一定额度，我们就可以免费提供保险箱服务，而且我们可以暗示储蓄观望者。立邦银行，固若金汤。
合适，非常合适。间距里还能再放一点，会更好。嗯，都听你的。裤脚也可以更利落一些。谢谢你，我非常喜欢。舒白白，程总经理，有阵子没见了，开银行比开钱庄还忙吗？这两个事情不好比较，毕竟业务不同。我这次要置办的东西呢，钱庄就用不上。什么东西？保险箱。立邦银行要设保险箱？对。这东西外国银行做兴，本土银行不流行的。正是因为本土银行不流行，所以立邦才要置办。明白了。你想另辟蹊径？不过话说前头，这保险箱不便宜的，120一个了。120。这样，舒美文，我们打算置办200个，你看这个价格能不能优惠？200个，那就给你算110一个吧。我们最近现金流可能比较紧张，舒美文，你看，要不100个可以吗？哎，那可不行，程总经理，110个的话，我就没有利润了呀。这样吧，舒白白，我这200个呢，我打算分4批，一批分50个，第一批我给你价格100，第二批我给你110，第三批我给你115，第四批我给你120，怎么样？您可以算一算，如果一口价110一个的话，您最后能够得到22000。那如果我给您分4批呢，您能多赚一点，而且对于我来说，资金周转也相对于舒服一点。也不是不行。舒白白果然灵活，加糖吗？好。谢谢。王大记者，拨冗相见，我实在是荣幸。陈太太客气了。上次跟您通报的户储银行周光显制毒贩毒，您写的那篇长篇的檄文着实精彩。我听说史大经理还破格把您升为了首席。不敢当，托了您的福。今后银行界的秘辛，还请陈太太多多关照。互相关照罢了。王大记者，我们立邦银行啊，着实还需要您帮我们多费费笔墨。若是您希望我写，我自然立即写。只是不知道您希望从哪个角度写。下个月1号啊，我们立邦银行要开启一个保险箱服务。一来呢，我们是希望能够吸引储蓄；二来呢，我们也想要广而告之，我们立邦银行固若金汤。明白。有劳您了。程总经理，数买办来电，说交易突遇情况，请程总经理见谅，并且3天之内退还定金。我认为我们应该起诉美丽洋行。不，我们绝不能起诉美丽洋行，不能冲动行事。可是时间不等人啊，申报读者有几十万，他们都知道下月1号我们立邦银行会开设保险箱。我现在总不能让王记者重新给我们写一篇更正报道，告诉大家我们立邦银行的保险箱没了吧？我曾经与舒买办多次有过生意来往，他不是坏人，我们没有必要与他交恶。即使我们不交恶，有黄如红在，他也没胆子跟我们做生意。就是因为有黄如红在，所以即使我们起诉美丽银行也没有用。黄如红在法租界横行多年，贿赂过多少官吏，法院根本就不会受理我们的诉讼。难道在法租界，黄如红就能只手遮天，无人撼动了吗？倒也不是。我听说美里洋行的法国经理卡内就很反感黄如红。当年黄如红在入职法租界的华董之时，卡内坚决反对。
只是因为卡内当时只是工董局的董事候补，没有反对权。但是现在，他是正式董事。卡内。Oh, vous êtes encore en vie? Effectivement. Je ne me suis pas servi. Vous n'êtes pas venu ici juste pour me le rendre? Non, adieu, Monsieur Garnet, récemment, compliant. Carnet vient rarement. C'est un sort de croyant qui n'aime pas venir ici pour s'amuser. Il n'en a des plaies non plus. Qui aime ça? C'est un homme ennuyeux qui peut vous parler d'art toute la nuit. Bon, une fois. Il a dû me convaincre que Tchaïkovski était le plus grand homme de mon pays. Plus grand que Pouchkine. J'ai dit d'accord. Si tu m'achètes une bouteille de cognac, j'admets que Tchaïkovski est le plus grand. Et après? Mais il l'a acheté. Il aimait Tchaïkovski à mourir. Cheers. 陈总经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本周6晚，卡内经理携夫人到我们家中做客。家中？谁的家中？我们家中。卡内经理对我的父亲还有一些印象，所以我就冒昧的给他打了个电话，告诉他我们立邦银行想与梅里洋行有生意往来。他和他的夫人都是教徒，所以对离婚有一些偏见。所以呢，在他们面前，我们还是得假扮夫妻。哈，假扮夫妻这个倒是有经验，但是呢，我不会法语。这个没关系啊，卡内经理汉语流利，不过嘛，我们有求于他，当然还是得讨他欢心。他是柴可夫斯基的大乐迷。啊，等会儿，我对这个什么鸡根本就不了解，怎么办？我可以教你啊。啊，不过你教我的话，我觉得这样你倒不如请徐庶一块儿去啊。他对于西洋的东西样样精通，而且对于高雅艺术也不在话下。你忘了这是家业。我和徐庶有没有当过夫妻？啊。走吧。啊。我带你下馆子去。下馆子干什么？教你用刀叉吃西餐啊。这回总算是合适了。辛苦你了。啊，对了，都是你送我礼物，这次换我送你。手帕。手帕不好吗？我还特地用了你送我的哈里兹细格纹毛呢，想着做成手帕，放在你西服口袋的前襟里也会好看的。啊，不，手帕很好，只是，我在昭正银行工作的日本人是不送手帕的。手帕别名手巾，在日语里和断交同音，代表关系决裂，不再相见。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知道。日本人真讨厌，手帕这么好的东西，怎么会是断交的意思？是他们太讨厌了。小铃铛，我喜欢你。谢谢。
来过这儿。有一次差点进来。但是忍住了。忍住了。哎，对了，吴科长，这个是把它抹在上面，这样对吗？对啊。但是餐前最好不要先吃面包，因为我显得很饿，让人觉得不礼貌。喝浓汤的时候也要非常注意，汤匙靠近自己，而非自己靠近汤匙，对吗，吴科长？你怎么知道的？莎士比亚。吃主菜的时候呢，握笔的这只手要拿刀，另一只手拿叉。当你没有进食完成的时候，你呢需要把它们成八字放在餐盘上，但是不能交叉。如果你吃完了的话，要平行放在两侧。又是莎士比亚。福楼拜。餐巾怎么摆？吃完了之后要折叠整齐，放在餐桌的左上角。还是福楼拜？这次是狄更斯。狄更斯哪本小说？《雾都孤儿》。雾都孤儿什么地方？第5章。第5章。第5章。你在捉弄我？没有啊。你什么时候知道的？早就知道了。你在哪儿看的？西餐礼仪画本。早知道为什么不告诉我？你没问过我。抱歉，我现在要离席。哎，生气了。书上没教你啊？写什么？任何时候，女士起身离席，男士都应该起身目送。啊，这还真没写。看来，你还是需要我教嘛。坐下吧。请用。王妈，哎，拿2个花瓶过来。哎，好嘞。阿贵，你拖鞋拿出来了没有啊？老爷回来没有拖鞋不行的。早就放在老地方了。哎，还有那个衣架得准备好，不然老爷的外套放哪儿啊？包放哪儿啊？王妈您放心，我都买好了。是吗？王妈，一会儿他回来了，别叫他老爷，得叫程总经理，知道了吗？一会儿要是洋人来了，不更得要叫老爷吗？老爷，老爷，王妈，阿贵，来，我帮你拿。啊，好。外套给我。好。哎呀，老爷，您怎么又瘦了？工作忙也要好好吃饭呀。外面的工作餐哪有您做的可口啊？那您就回来吃嘛。你回来啊，想吃什么我给您做。王妈，时间也不早了，你快去看看饭菜准备好了没有？还有酒备上来，餐具都摆好了啊。哎，好嘞。啊，那我刚好也去洗漱一下。来，先生。Mademoiselle，我是立邦银行的总经理程一志，这是我的太太。Madame Ganet, vous êtes tellement belle que le sang circule. 那我们里边请。来，干杯！不如来点音乐。Maxime, je me suis fait chez un couturier à Shanghai. 都说卡内先生精通音乐，我这有一张唱片，想请卡内先生评鉴评鉴。Tchaikovsky，嗯，没错。
卡内先生，您听到这一段有什么感觉？轩先生有何感觉？我感觉这一段小提琴潇洒，乐队雄浑，整体有一种优美和和谐的感觉。我的想法不一样的，我认为此处是小提琴和乐队进行对抗和战争。那看来还是卡内先生了解的更加深刻。很可惜我们没有共识。卡内先生，我丈夫跟您国籍不同，年龄不同，接受的教育不同，所以可能对同一段作品有不一样的理解。不是，音乐是最抽象的语言，心灵不同，对音乐感觉才会不同。那您认为今晚的红酒如何呀？味道很好，但是喝完这杯，我跟我的太太要走了。先生，对不起。对不起，卡内先生，王妈，王妈，去拿一件新的衬衫给卡内换上。老爷，您的衬衫。您要是不嫌弃的话，那我就去给您拿。夫人您请坐。卡内先生，稍等。实在是不好意思。怎么办呀？老爷都搬走了，怎么回事呀？哪还有男士衬衫啊？哎呀，阿贵，妈妈，我怎么办？哎呀，别哭了，阿贵，老爷跟太太总有法子的啊。卡内先生，这衣服您穿着还真合适。您放心，您的衣服呀，我们会给你整理干净了以后送回府内。对，刚刚发生的那件事情，您就不要往心里去，当做一个误会。我们阿贵那丫头，别的什么不会，她想给您做一碗核桃粥，让你们尝一尝。正好这个唱片停了，我去换一张唱片。我很抱歉，时间不早，我devons partir。我们家阿贵还给您做了。卡内先生如此精通音乐，如果不听一曲中国的歌剧再走，岂不是有点遗憾？这个是不是惊喜？莫非卡内先生听过？没有，我一直想听。我一直想听，但是我中国朋友跟我说听不懂。正如卡内先生您所说，这音乐是最抽象的语言，您不如听一听这个人的声音。这位唱者年纪很大是吧？卡内先生，您可能有所不知，这一位就是现在鼎鼎大名的于老板，年纪不过35岁。35岁。奇妙，声音十分奇妙。说到这个于老板，卡内先生，刚好他下周在天长舞台有演出，如果您和夫人有兴趣，可以去亲眼看看。当然，我们两家可以同去。那就太好了，那我这就去找票务订票。一志，我们下周哪有时间啊？你忘了，保险箱的事情还没有解决，夫人都烦死了。真是。卡内先生。是这样，我们立邦银行最近想要订购一批保险箱，问了各个贸易公司，他们现在都没有货，所以下周我们可能不能跟您一块儿去了。没问题，美丽银行就有保险箱。你们需要多少？需要200个，就是时间有点紧，所以要的着急。时间不是问题，明天就可送到。重要的是不能耽误大家康心。那真是麻烦卡内先生了。来，干杯！核桃粥来了。核桃粥来了，正好，来喝核桃粥。一会儿尝一尝。
想好吃。你怎么还懂京戏啊？以前卖干货的时候，大舞台混得多，听得也多。是说呢，原来唱片是你买的呀？那今天晚上你立功喽？你也立功了？为什么家里会有男士衬衫？你是不是想问我是谁留下的呀？那是你自己的事儿。怎么听起来酸溜溜的呢？你连你自己的衬衫都不认得了呀？走的时候漏下的。我哪顾得上细看？再说吴科长教我评论音乐的时候，卡顿先生可一句没赞同，对我挖坑我。那你也没崴着脚啊，还不是一样跳过去的？还嫌坑不够大是吗？老爷，那冯又如回复称近来事务繁忙，富香堂一句暂且推后。勒令每日洋行书买办断绝和立邦银行的业务往来，谁的主意？老爷，是雷子。立邦银行企图以保险箱业务打开储蓄市场，我本想打他们个措手不及，所以劝动书买办跟他们终止交易。小打小闹，你觉得有意思吗？但凡有一点空隙，程一之都不会放过。你用书买办倒戈逼他，他不但和卡内交好，扩充了租界人脉，这立邦储蓄更是打开了局面。老爷，是雷子思虑不周，下次一定没有下次。我告诉你，程一之是从我龙吟钱庄走出去的人，他发达了，我脸上也有光。今后切不可处处刁难，尤其是背后捣鬼那种雕虫小技，没意思。是。本周的新开户数量是上周的4倍，储量是上周的3倍，足足有11.2万只。真的啊？是你提出保险箱，这个提议太关键了。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是大家一起的努力。程总经理，我建议增发津贴。你跟我想的一样，我已经通知财务室了。哦，对了，我有个东西。东西？请进。程总经理，没有打扰到你们工作吧？啊，没有打扰。其实我们已经下班了，你们先聊，我正好要去一趟申请免沙厂。李子小姐，徐博士，你有什么事儿吗？我想请你看话剧，不是今天，也不是明天，是下个月。我知道你工作忙，所以提前过来征求一下你的时间。吴科长，吴科长，刚收到的。栗子小姐，没事吧？徐博士，我有药物需要紧急处理，旁遇之事，我现在无法答复你，帮我送一下徐博士。徐博士，请。
林老板，林父女装都不漂亮，你卖给谁了？赵厂长，程总经理，谢谢，不是我。您上次在股东会议对我不留情面，其实反而证明您对我尚存信心。假使没有您对我劈头盖脸的敦促，我大概不会痛定思痛，立邦也不会这么积极的求变。我今天来呢，主要是为了告知您，立邦的储蓄数额已经大有改观。另外，我们已经和上海银行达成协议，他们将会作为第二债权方加入融资，我们2家银行一起给申请放款。上海银行？对，因为时间紧急，所以没有来得及告诉您。不过您放心，我们已经和上海银行的陈总经理达成协议，他们只注资不驻场，所以不但不会影响您进行申请，反而会和立邦更好的一起保护申请。行，你考虑的周全，听你的。多谢赵省长的理解。那您先忙，我就不打扰了。哎，程总经理，上次话说重了，你别往心里去。那我们下次见。下次见。25库券此次发行顺遂，哪是什么财政部的能耐啊？没有您运筹得当、计划周密，在背后支持指点，财政部难堪大用。所以啊，上头干脆把新3次库券撂给我了。累呀！那是什么撂给您呢？是上边拜托您。有您在，我相信新3次库券一定会马到成功。远的不说，光我这儿龙吟钱庄就打算购入100万整。哦，给钱爷做个表率。黄老板这么积极，是要领着钱爷盖过银爷？为国效力，自然积极。好，来。您冯委员是我们钱爷的期待，以你的能力，未来的中央执行委员一定是不二人选的。黄老板这么看好我？我对您冯委员敬仰不是1天2天了。当然，您一直是漠然视之，不愿意和我黄某亲近罢了。哎，看来我只有多多的为你保驾护航，才能免除你的哀怨呐。17军在胶济县有胜果，战报后日到货。我明白，一定借此机会让新3次有个涨头。冯委员，小曲儿如何？啊，好。英子，进来。英子弹得不好，还请冯委员指教。好。英子，敬冯委员一杯酒，来。哎不，我自己来。老板，再会。我送您。哎，不必了。哎，他送我就行了。来，走。您慢走。
老爷，这冯委员这算拿下了吧？张总经理，吴科长，林福米庄股票突发情况。昨天下午，有一家来路不明的五洲公司把尹老板手里的2000股全买了，另外有一家闻所未闻的蔚然洋行，把樊老板手里的2000股也全都买了。什么价格？每股11.5块。难道是有人在恶意收购我们的股票？那些手里只有110来股的小户，现在得抓紧了。吴老板，您手里的林福米庄股票，我们立邦银行回购，12元每股，您看行吗？13元。行，只有50股了，50股我们也要。赵老板，12元每股，您看行吗？每股13元怎么样？你手上还有多少股？我还有100股。13元100股，就这么说定了。小户手里股票也不多了，我才拿到100股。我也只拿到200股。林福米庄是不是出行情了？怎么突然变成这样了？陈总经理、吴科长，林福米庄股票刚有500股在市场流通，现在价格已经冲破14元每股了。